搞到警察上门，肯定没什么好事的。这是我的电脑，这个针孔摄像机是我在之前那个房东的家里面拿过来的。我们检查完之后会把电脑还给你。只要你们查清楚，能够还我一个清白，你要我怎么配合你都可以。好，那我先走。没事了吧？没事。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你的电脑？已经很晚了，早点睡，明天再说吧。为什么要明天说？我又没有做错事情。是我的前房东，他诬赖我偷窥。警方不仅带走我的电脑，还有针孔摄像机。但是针孔摄像机不是我的，是我在房东家的厕所找到的。请你说清楚一点。你干嘛站在厕所外面？等你啊。难道一起？Excuse me。谁呀？是我。我有事要跟你谈。进来吧，坐吧。我已经猜到你想要说什么了，这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任务。啊？说服你啊？说服我？我还想说服你，叫他赶快搬走。刚才天亮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是那个房东做贼的喊抓贼。天亮是无辜的，那是他自己说的，不然你要听房东的供词。当然，怎么可以只听一面之词？要不然在庭上我们也不需要来回盘问吧？果然有检察官的本色。你完全相信他说的话？嗯。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相信一个人？凭什么？就凭他可以为了一个陌生人奋不顾身。不要告诉我，那个陌生人就是你。你猜的没错，他15年前确实救了我。救我！救我！有人要非礼我！阿南，你不赶快报警？他们抢了我的手机，他说如果不跟他走，他就不把手机还给我。救我啊！喂，来了！就是他们！还不走啊？走吧！走啊！后来那帮歹徒殴打了天亮的好朋友伟龙，为了救伟龙，天亮重伤了其中一个男子，结果被判入狱，坐了8年的牢。原来他还坐过牢。他为了帮我抢了歹徒的手机，结果才发现那只手机不是我的。他的出发点真的很难证明。警察跟你一样，也不相信他说的话，指控他为了抢劫伤人。既然他救了你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要出来帮他作证？我也想啊，可是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就出国读书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当不了他的证人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。所以你就一直觉得你欠他一个人情？是2个，一个是他救了我，一个是我救不到他。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相遇的？6年前，当时我也在找人合租办公室。你好，我找温律师的。我是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是？啊，这里是不是有办公室出租啊？是啊。你也是律师？我看起来不像律师吗？我没这么说。
你别否认了，刚才你的态度已经出卖了你。的确，从我的外表是很难看得出我到底是不是律师，但是有钱的律师和没钱的律师，倒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有幽默感，刚才又救了我，看来这里不租给你都不行啊。你好，我是温淑莹。我叫张天亮。有件事情，我想先跟你说，你再做决定。什么事啊？我坐过牢，什么原因？抢劫伤人罪。多久以前的事？大概10年前吧。当时有个女的跑过来，她说她被几个流氓非礼了，那几个流氓还抢了她的手机。于是，我就帮她出头。没想到，我把其中一个流氓打到重伤，就被警察抓走了。结果，我找不到这个女的，出庭帮我作证。就这样，我吃了8年的死猫。这个女的是谁？我不认识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估计就算她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也未必会认得她。我的确伤了人，但是我没有抢劫。你刚才说，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。是的，事发地点是不是在 Fisher Street？ 你怎么知道？你当时是不是跟一个朋友在一起？是啊，你救的人就是我。天亮让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某一个人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而且迟早都会相遇。世界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据说2个人相遇的可能性是1000万分之一，成为朋友是2亿分之一。看来你也相信天意。难道不是吗？你想想看，你是怎么成为我的房客的？你想要租房间，我刚好就有房间要出租，时间点要很准，天时地利人和少一样都不行的。你知不知道，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几率有多低？应该比成为朋友还难吧？所以我们还有你跟天亮，要和平相处，要更加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缘分。你绕了一圈，原来还在帮他说话。那是因为他的人真的很不错。你看，我害他害到那么惨，可是到今天，他从来都没有怪过我的。我同意他见义勇为的精神，但他应该是有暴力倾向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难道不是吗？救人而已，他需要把人家打到重伤吗？被判8年，也就是说对方伤得很重。小姐，你是不是摆错重点了？当时的情况，他是身不由己。你把他当成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当然只会看到他最好的一面。就算他没有救你，你也不需要处处都往坏处想吧？你知道吗？他是在坐牢期间完成他的法律课程的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So， 一个聪明的人，难道就不会是杀人犯吗？连杀人犯都出来了，你还说对他没偏见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法律吗？在我看来，法律维系的不只是正义，更多的是公平。在你眼里，你可能会认为我对他有偏见，但我是站在一个客观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，分析和审判。你是事件的参与者，在公正的角度，你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可靠的证人了。你觉得我有 cloud judgment？ 是你自己说你欠他2个人情。欠人情可怕的地方，不在于很难偿还，而是在于他的不自觉。complain 我。
complain 我，脚痛就进房间休息了，还到处走。饶了他吧。晚安，你先回房吧。找我什么事啊？找你借 laptop。那谢啦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就要找针孔相机。啊？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帮你找，我不用你帮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很容易可以找到针孔摄像机的。不用你帮，让开。那，你看，通常那些针孔摄像机呢，都会装在那些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摄像头，找出那些针孔摄像机的红外线。不过呢，最好要在阴暗的地方，慢慢找。好了，够了。不要那么大声，你一大声的话，他们就会跑掉的。那慢慢找啊，慢慢找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说我让开。找到了！哎，我找到了！哎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！晚安。哎，今天不用2选1啊？你知道你的大恩人昨晚做了什么吗？根据我对天亮的了解，基本上他做什么我都不会太惊讶。他又怎么惹你啦？我钻在厕所，我要找看他有没有偷装针孔相机。你竟然怀疑天亮？你相信他，可是我不相信。你知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吗？他竟然跟了进来，不止关了门，连灯也关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说要教我怎么找针孔相机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一定是以为他要向你表白，结果他没有，所以你有点失望，对不对？你还开玩笑？你不觉得他这么做很过分吗？而且他应该很清楚，我是可以告他的。告他非法禁锢。有件事我怕跟你说了，你又说我帮天亮找借口。说吧，基本上他做的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觉得太惊讶。天亮，他是个过动儿。根据我对他的观察，他的行动快过他的想法，所以他往往会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事。但他的出发点是没有恶意的。这个人到底还有什么问题？这我就留给你慢慢发掘吧。免了，我已经决定我要搬走。为什么？他是你的恩人，我只是你的房客，我自动退出。不要啦！我现在就上去帮你讨回公道。你不用搬了。我走了，免得有人睡不着。
要吃啊？我想喝咖啡。咖啡我只是买了1杯。哇，不用吧，1杯咖啡而已。谢了。我还以为你要打劫我的咖啡啊！你要出国旅行啊？我在跑路，你犯了什么法？讨人厌。开玩笑的。你是律师啊？严格的来说，是一名落魄的律师。放心，我没要跟你借钱，只是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有人推了一个人跌下天桥，要是被抓到，罪名会严重吗？那就要看情况了。什么情况？那个人的伤势，推人的动机啊。不要讲得这么复杂，我只想知道会不会坐牢，会的话要坐多久？那个人已经被抓，现在保释在外吗？不用管这个，你告诉我就好了。还是畏罪潜逃？都说不用管，怎么可以不管？畏罪潜逃，罪加一等。罪加一等。那会怎样？去自首就知道了。不是故意的。如果不是故意的，就请律师帮你求情。算了算了。请给我一个床位。是你呀！你要住6人房还是12人房啊？哎，你为什么报警抓我啊？那个 CCTV 是房东装的，他才是色狼。IC， 你还没搬走啊你要住多久啊？ ？OK fine， 你不相信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最好也不要去相信他。你到底要不要住叫。 ？IC， 哎，你好，刚住进来啊？我姓杨，这里的人都叫我全叔。全叔你好。你好，你哪里人？第一次来新加坡？我是本地人。哦，是吗？我也是啊。我在这里啊，已经住了3个月了，算是这里的 over 啦。那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忙，尽管找我啊。你是本地人，为什么住在这里啊？你不也是吗？我呢，本来要去住老人院的，不过啊，我看到那个账单啊，我的心脏啊，差一点受不了。还是这里好，便宜又有这么多年轻人，我的心境啊，也跟着年轻起来了。那你家人？喂，你这样问是同情我是吧？啊，那老实告诉你，我女儿啊，对我很好的。她和她老公啊，每次出国，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啊发生意外没人知道，
所以呢才会安排我来这里住的。啊，那我先收拾一下哈。怎么了？好，没事，老花眼显到角落了。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我有美甲师执照的。哦，真的？那就不客气了啊。谢了谢了啊。谢了啊，林先生。可以找个地方谈谈吗？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任性想要跟我离婚的真正原因吗？如果我想要知道的话，我会直接去问他。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我只想让你知道真相，不要相信男人的片面之词。任性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们的孩子瑞患有自闭症，还有过动症？那你应该很清楚，这样的孩子很难照顾。他因为受不了孩子的情况，才向我提出离婚，打算一走了之。受不了压力，把孩子视为包袱，不肯扛起责任的一个男人。难道这样的男人在你心目中是理想的对象？据我所知，你们之所以会离婚，并不是因为孩子的问题。谁说不是？他摆明了就是厌倦这样的生活，他想逃避。怎么说你们也相爱过，不要污蔑他的人格。我相信作为父亲，任性一定会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，不会逃避。就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，瑞真的很需要他。如果不是因为孩子，我早就放弃一切。吴太太，我很同情你的处境，但我真的无能为力。我不是在博取你的同情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走回我的旧路。任性他真的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你又何必跟我抢老公呢？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我跟任性都是守法的人，我们的道德标准也是很高的。Boss， 我查过了，这 Mr. Wong 哦，没有孩子也没有车，什么都没有嘞。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钱？你笨啊！这种人没有车没有孩子才是最有钱的。可是我们放了站牌，又吃了东西，他就是不掰我们嘞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嗅到一股很臭的味道哈？什么？你没有嗅到吗？臭啊！是不是从你身上来的？踩到狗屎啦！这踩到黄金，你可以去买 4D 了。到底是哪一只狗？给我小心一点，给我看到，我把它变 hot dog 啊！那跟狗没有关系，是那狗主没有公德心而已。来，等一下。老板，我们又来了。又是你们，你们要想干嘛？哇，地上有什么东西啊？哦呦，不会是狗屎吧？sorry， 一定是不小心踩到的。你好啊，走狗屎运。喂，你们两个给我滚！我的店不欢迎你们。
没事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哎，走了，小心不要踩到啊！哎呀！快去清理一下。大家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马上清理。我的当事人愿意放弃公司股份，换回女儿的抚养权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？你可以当个好妈妈，我就不能够当个好爸爸吗？卑鄙无耻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我卑鄙无耻，难道你还天真无邪？哎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公司、孩子，两个只可以选一个。我的当事人需要时间考虑。请问你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给出答案？如果我把公司股份转让给你，你是不是会把孩子给我？关于孩子抚养权的问题，你需要说得更清楚一点。I want full custody。我认为共同抚养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会比较好。算了，不用浪费时间了。我同意。既然我当事人同意，那就好。我还要1笔50万现金。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这是你欠我的，你自己明白。公司最近业务很差，现金周转不灵，最多只能够给你20万，不要就拉倒。不给的话，我们法庭见。怕了你了哈，50万就50万。纯属个人好奇，既然公司不赚钱，为什么还要公司的股份？不知道，可能对公司有感情吧。如果没猜错，你的公司只是表面上不赚钱，你呈上去的估计表已经动过手脚，为的就是不要让你的老婆分得更多。如果上庭，这一切会接受更深密的调查，对你很不利，所以你才会这么爽快答应，对吧？你果然很上，幸亏你是我的代表律师。来，谢了。就算公司归你，最后你还是会失败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虽然我不认同这个结果，但无可否认，以退为进这个手段的确很高明。最后，大家还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是吗 Well, I still prefer a happy ending.？I'll take an ending to nothing. 要不要喝杯东西？喝酒还是喝茶？都可以，你喜欢就好。抱歉，我不随便跟人家喝东西。淑英，干嘛？心不在焉呢？我今天遇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，以孩子为要挟，剥削妻子应得的离婚利益，我是不是等于助纣为虐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服务业。总之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那你比我高尚，即使不收钱，也可以替人消灾。你以为我不想收钱啊？啊？只可惜都是一些穷人来找我这位穷律师，穷上加穷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既然那么穷，那给你免费的地方住，干嘛还不告而别？自己走总好过给别人赶走，留下潇洒走掉的身影，是不是比较帅？无聊。Morning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有东西跟你们分享。什么事啊？有人要结婚了。谁 ？Amy，
哇 ，Amy， 恭喜啊！没有啦，我都还没有答应他的求婚。哈？为什么不答应？你还在考虑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你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爱你。你怎么知道？其实很简单的，你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说你很想要见到他，叫他马上过来。叫他过来干嘛？不需要跟他说理由啊。那要是他问呢？那你就不要给他机会问，你说完之后就挂电话，然后看他会不会来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如果他敢过来的话，就表示他爱你；如果他不敢过来的话，就是他不爱你。如果他被传召出庭，也要马上赶过来啊。藐视法庭，罪名不小啊，温大律师。那就表示他只是想到自己，没有以 Amy 为先，不够爱咯。我们的爱情专家说的很有道理。结婚呢，那么大一件事，是应该测试一下的。Amy， 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听他们两个说的。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测试的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家店，你要好好把握。胡说，他还这么年轻，机会多的是啊。怎么了？今天那么有空啊？我是担心 Amy 的终生幸福啊，会毁在你刚才那几句话。你都不是感情专家，你专门害人的。是吗？忠言逆耳，我是为他好。如果她嫁不出去，你要负责。那你觉得嫁不出去还是嫁错人，后果比较严重？你的用心的确良苦，可是你的试探方法有待商榷。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？看到好吃的就想留给他吃，是要把这些喜欢吃的东西全部都跟他分享，那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你以为每一个人都像你那么贪吃啊？包子来啦，远近驰名的盆记包子来了。笑什么啊？那你说，他是爱你还是爱我？他跟我一样，爱吃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赶快吃吧，啊，趁热吃。这个我是排队排了很久才买到的啊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，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他现在无家可归了。什么无家可归？我住背包旅馆都不知道多爽。背包旅馆哎，你很奇怪，宁可住那种地方也不住我家。都不了解，我那里男女混合，都不知道多少妞，好过住你那里，整天看那个跛脚蟹的脸色。什么跛脚蟹？你不要乱给人家取外号，可不可以？什么乱取外号？他是不是姓谢？他现在是不是跛脚？跛脚蟹多贴切。讲那么多，吃包子吧，冷了。哎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长这个猫样，现在才被人当成是色狼，都算你幸运了。我痛的啊你，神经病！走开！你真的走开！鸡笨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个，你现在住那个什么背包旅馆，也不是办法啊，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来的。那请问什么才是长久之计啊？住在你家，来了。看来我还真的是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。每次我只是那么一说，你们还当真啊？你可以跟我孩子一起睡的嘛，反正你是他干爹。你家还不够乱，你先搞定你老婆再说吧。我老婆啊，很容易的，只要不是女人就没有问题了。况且在我朋友当中，他最相信的就是你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呢？啊，过来坐吧，别那么多废话。还是不要了。相见好，相处难。你家就是一个战场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。喂，痛啊！你跟你老婆还没和好，还在冷战。你跟她冷战，你叫我去你家，
你把我当炮灰啊？你是我兄弟，帮我挡一下会死啊？你造的孽，为什么我要帮你挡？都跟你讲过了，女人是要宠的，就算你不宠，也要哄，明白吗？这道理谁不知道啊？一次两次还可以，可是他3天2头就给我来一场吊颈戏，谁受得了？你受得了？更何况错的人又不是我。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。女人，尤其是老婆，永远都是对的。就算他们错，也是你让他们犯的错。记住。你干嘛呢？学输赢上身啊，变成婚姻专家。他每次都是这样啊，吵架冷战讨好，吵架冷战讨好，重复一次又一次。他不累，观众都看到累了。哪对夫妻不吵架的？哪对夫妻不闹闹意见？这是正常的婚姻生活。说到自己好像身经百战这样，哎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是只单身狗，别乱吠。好过你现在看到好吃的包子，也没有人陪你分享。谁说的？你不是人啊！我是你的好朋友，不是你最亲的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想想你的孩子，伊恩现在还小。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需要留下来这里受罪。我知道，你是想告诉我还有很多鞋买了没有穿，是吗？原来你还记得你买回来白美的鞋子？郑伟龙，啊，再买多一双，让你拿去白美的。每次都自作主张，我早就改变主意，不想要了。不要啊，算，拿回去还就好了。哎，你敢？漂亮吧？最漂亮是你啊！当然。干嘛？你这个罪魁祸首啊！你害死人了你！谁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男朋友受了伤，进了医院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就是听了你的话，打电话给他，叫他马上过来找我。结果他在赶来的路上不小心跌进了沟渠，摔断了腿。这么严重？医生说他休息几个月后就会好了，可是他现在很生我的气。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没出现咯。哇，你这个女人啊！你这么确定他是为了赶来看他而受伤的 ？Objection！ 都说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告，你怎么可以怀疑他？他的腿已经摔断了。Whatever， 我要说的已经说了，你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帮我泡杯咖啡。Amy， 你不要你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。你现在马上去医院跟你男朋友道歉，还有啊。马上答应他求婚啊！啊！我咖啡呢？刚才不是有人说不要人家说什么就照做的吗？你看，小气鬼！你看，小气鬼，你小气到。
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不错了就要认嘛。那你说我错在哪里？你真的觉得你的测试没有问题啊？不到最后1分钟，谁对谁错都还不知道吧？你是不是属牛的？这么固执？我看你昨晚应该是睡得不好吧？哼，我昨晚睡得非常好，我旁边还躺了个洋妞，我跟她聊了一整晚。洋妞，你的背包旅馆是 Mix Dom 的吗？所以说你孤陋寡闻，那里简直越夜越精彩。我本来买了早餐想要给你吃的，不过我想你应该跟洋妞吃了吧？我想我应该是多此一举。吃了早餐，这可以当午餐。去跟你的洋妞吃啊，打铁趁热嘛。不要那么小气啦。帮我洗呀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喂，张律师啊，我是。张律师，张律师。你躲起来干嘛？我怕你报警。你怕我报警？那你又敢打电话叫我出来？我真的很累了，不想再躲躲藏藏。张律师，我该怎么做？你是说上一次你跟我讲那件事啊？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做了，就去自首。你逃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既然你不是故意的，那你还怕什么？你可以帮我吗？听说你经常免费帮人家打官司。嘿，你听谁说的？我没有那么好心啊。那你的律师费多少？我银行里有1万块，够吗？你说呢？其实这笔1万块，本来是想留给我那个老妈子当生活费的。她已经80多岁了，我妹妹还在坐牢。啊，好了好了。OK， 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钱的事情，打完官司再说，可以吗？为什么来警察局啊？之前有人推我跌下天桥，嫌犯来自首，我是来办手续的。是你啊！我刚刚带他来自首，他现在委托我当他的辩护律师。洒着阳光的下一刻。忽然下起大雨了，侧身踏进餐厅，这个没有伞的人，眼前是一片灰蒙蒙，世界好像死去了。在这城市的另一侧，你是否也冒雨着？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，才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，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，却还要继续走。
走到雨中加快脚步。